来，我们进去吧。他边说边走上前，穿过了正门，进入神殿，然后我们就成为了演员，同时也成为了以下体验的观察者。我们进入了神殿的主体部分，然后继续向内殿前进。大祭司直接走到我们面前，他看起来似乎认识我。这位远古时期的大祭司，圣哲曼解释道，在这一世是你的儿子。一位位阶稍低的祭司也出现了，我即刻感觉自己认识他。圣哲曼继续说，这位辅佐祭司是你自己。我们进入了内殿，我们看到了守护圣火的贞洁圣女。现在我知道，她是洛特斯，我挚爱的双生光。我在几年前遇到了她，并跟她结婚。她是我们儿子的母亲。场景发生了变化，我们看到一位来自遥远省份前来拜访的王子，他计划掳走这位贞洁的圣女，让她成为自己的新娘。一切看上去都很顺利，直至大祭司看到了一个异象，即将发生的事情，这让他感觉不安，但是他没有对外人说。当这位王子的奴隶进入的时候，大祭司充满警惕性地站着，他看到他们接近圣殿。当他们越来越接近时，他走上前，只说了一个词，意思是停下。其中一位比其他更大胆的奴隶继续前进着，大祭司警告他后退，但是他仍然前行。当他走到一个从祭坛发出的神圣圆环能量之地时，大祭司不再迟疑，他走到那保护性的光芒边缘，抬起右手直指奴隶。一道闪电般的光芒射出，奴隶应声倒地，毫无生气。一旁观看的王子怒不可遏，走上前去。停下来，祭司再次命令道，他的声音有如雷鸣。王子犹豫了片刻，被这个词震慑住了。祭司继续说，你听我的，你不能亵渎神赐予生命神殿的最高礼物，请走开，不要效仿你那厚颜无耻、听从错误命令的奴隶。大祭司完全意识到他可以运用怎样的力量。当他站着看向王子时，他体现出了运用无限力量的自制力。他有意识地服从自己的意志，他散发出威严的姿态，永恒的力量为之加冕。王子的意志也很强大，但是他无法控制自己。当一股盲目的愤怒席卷他时，当他发现自己再次遭到反对时，他充分地发泄了自己的欲望，冲上前去。大祭司如同闪电般的迅速举起了他的手，再次射出一道光芒，王子便追随了他努力的命运。圣哲曼转向了我，进一步解释了这次的经历。你看，他说，这就是每一种力量之中的特质，会反映在发送力量的人身上。王子和他的奴隶在他们的情感当中携带着仇恨、自私、堕落的特质。当祭司引导他所掌控的力量指向他们时，在接触到他们气场的瞬间，这股力量就会带上他们的特质。它仅仅
是把他们自己的情感和自私转回到了他们自己身上。大祭司在保护他人的无私行动当中，也保护了自己。这件事就结束了，辉煌的场景消失了。再次，我们站在神殿的废墟之中。圣哲曼还向我透露了更多的信息，不过这里没有记载。他继续说，只有一种方法来避免宇宙因果轮回，也就是重新转世的必要，那就是通过有意识的努力去理解生命法则。一个人必须诚恳地去寻求内在的神，并与那个内在的自我进行永久的、有意识的接触。在面对外在生活中的每一种状况的时候，紧密地跟它连接在一起。我很荣幸，也很高兴地展示更多给你，不过仅限于它可以给你和其他人带来的指引。来，我们现在必须回去了。当我们靠近我们的身体时，他又说，看那一圈白色的火焰消失了。我看过去，它不见了。过了一会儿，我回到了身体之中。太阳正在落山。我知道，等我们回到家的时候，会接近午夜时分。把你的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，圣哲曼说，闭上你的眼睛。我感觉到身体从地面升起，但是我没有特别的意识到我们是否在向前移动。不一会儿，我双脚着地，我睁开双眼，我站在一间屋子里。当我问圣哲曼，我们怎么会以这种方式回来，同时又不引起周围人的注意，他被逗乐了，回答说，当我们在这些有形体的人之间移动时，很多次我们用隐形的斗篷把身体包围起来，下一秒它就消失了。我听说过伟大的扬升大师们可以随意地把身体带往他们想去的地方，并且从宇宙当中直接显化，或者是把任何他们想要使用的东西变成可见的状态。然而，与他们中的一位进行直接的体验，则是完全不同的事情。我试图去完全的理解这种奇妙的体验，而这对于圣哲曼来说是再平常不过的了。我怀着深深的感激之情，静坐了很久，试图去理解，充分的去理解他对法则当中有关意愿部分的揭示。他强调意愿作为这个宇宙驱动力它的重要性，还有它的活动带来新的想法，并且推动每个人的生命意识拓展。他解释说，建设性的意愿是生命当中不断拓展的活动，因为只有这样，那些伟大的想法、活动和成就就会被推动，在物质层面和外部世界当中进行表达。在每一个正确的意愿之中，存在着实现它的力量。人类是神之子，他在父神的命令之中去选择他会如何引导生命的能量，以及他希望赋予这种达成的心愿以什么特质。他一定要这样做，因为自由意志是他与生俱来的权利。智力外在活动的功能指引所有的一切拓展至建设性的渠道当中，这是外在自我的使命和职责。更伟大的生命，或者说神的力量，紧紧地被用于满足无感的欲望，这是人类大众的习惯，
只是破坏性的使用这些能量，而且总是会毫无例外的伴随着不和谐、弱点、失败和破坏。对意愿的建设性使用，是通过智慧、有意识的引导这种无限的神之能量。所有经过智慧引导的意愿，都为他之后的创造携带着某种祝福。所有的意愿由内在的神之自我引导，总是会带来爱与祝福的情感。在接下来的几天，我把自己的经历写了下来，然后一天早上醒来，我发现沙发旁边的书桌上放置着一张金色的卡片，它看起来是由黄金制成的，上面是美丽的紫罗兰色阴影字体。早上7点，在山上我们遇见的地方碰头，署名是圣哲曼。我小心翼翼地收起这张卡片，等不及要见他。我的期待是如此强烈。第二天一早，我起来准备午餐，突然间有一种冲动，让我不要携带任何的东西。我遵循了，并决定相信我的需要会直接从宇宙当中得到满足。怀着轻松的心情，我上路了，决心不要错过任何提问的机会。如果允许的话，当我接近指定地方的时候，我的身体变得越来越轻盈。当我距离那个地方只有1/4英里的时候，我的双脚几乎离开了地面。我没有看到任何人，于是便坐在一棵木桩上，等待圣哲曼的到来。我一点也不觉得累，尽管我徒步旅行的距离大约有了10英里。当我思考发生在我身上的奇妙体验和祝福的时候，我听到了树枝断裂的声音。我环顾四周，希望可以看见圣哲曼。想象一下我的惊讶，在不到50英尺的地方，我看到一头豹子正慢慢地靠近。我的毛发一定竖立了起来。我想逃跑、尖叫或者其他什么。我内在的恐惧如此疯狂，对于这样一头可以让我致命的豹子来说，弹跳1步的距离是没有什么用的。我的大脑在恐惧之中旋转得很快，但是一个清晰的想法出现了。这个想法稳稳地抓住了我的注意力。我意识到我内在拥有着强大的神之灵在，这个灵在就是爱。这个美丽的动物也是神之生命的一部分。我让自己看着它，直接看着它的双眼，然后想到神的一部分不可能去伤害它的另一部分。我整个意识之中只有这个事实。一种爱的感觉席卷了我，然后发散出一道光芒，直接射向了豹子。与此同时，我的恐惧感消失了。我不再偷偷摸摸地向后倒退，我慢慢地走向他，感觉神之爱充满了我们俩。他眼中邪恶的目光消失了。这只动物直起身来，慢慢地走向我，用它的肩膀磨蹭我的腿。我伸手去抚摸它柔软的头，它朝我的眼睛看了一会儿，然后就像一只顽皮的小猫躺了下来，翻了个身。它的皮毛是美丽的红褐色，身形长而柔软，充满着力量。我继续跟它玩耍，然后我突然抬起头，看见圣哲曼就站在我的旁边。我的孩子，他说，我看到了你内在强大的力量，否则
我不会允许你进行这么大的考验。你已经战胜了恐惧，祝贺你。如果你没有战胜外在的自我，我也不会允许豹子伤害到你。但是，我们之间的来往会暂停一段时间。我与豹子之间没有任何的关系，这是伟大的法则内在运作的一部分。将来，你与你的新朋友停止联络之前，也会看到这法则的运作。现在，你已经通过了勇气的考验，我可以给予你更大的帮助。每一天，你都会变得更加强大，更加快乐，并且表达出更多、更大的自由。他伸出手，瞬间出现了4个漂亮的金褐色小蛋糕，每个大概2英尺见方。他递给我，在他的指示下，我吃完了。它们非常的美味。即刻，我的整个身体都感觉到一种快速的、刺刺的感觉。我感觉到身体变得更加健康，心智更加清晰。圣者们坐在了我的旁边，开始对我的指导。